家好，宠粉的姨太又来了。这两天一直有粉丝给姨太安利范丞丞，恰巧青春环游记姨太每期都有追，所以就倾情奉献啦。说实话，以前看范丞丞可能多多少少带着些靠姐滤镜，所以并不觉得他是个多棒的人。但是看了青春环游记之后，真心觉得这哥颜值给力，情商更高啊。比如被导演吴桐考验用3个词造句的时候，范丞丞是1秒都不用想，张口就来。比如第一个3个词是贾玲、刘德华鸡腿，对此范丞丞答案就是贾玲请刘德华吃鸡腿。这可真是又一次满足了贾玲的小心思啊。第二个3词是刘敏涛聪明伶俐，沉默不语。说实话，姨太听完之后想了3秒还在构思句子，但是范丞丞早已回答完毕。陈敏涛看是聪明伶俐的范丞丞沉默不语。哇，这反应姨太太没有文化了。不过范丞丞没有注意到自己把刘敏涛说成了陈敏涛，被导演当场拎出来，尤其本尊还在自己身后站着，就很尴尬了。要知道，年轻艺人最忌讳的就是说错其他艺人的名字，尤其还是前辈的，这很容易招黑啊。范丞丞也是相当机智，很夸张的跑到导演身后，还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这是玩闹。但是明显感觉范丞丞更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然后还恶狠狠地对导演说：我说的这么快，应该没听出来，非要给我再重复一下，搞得我很不尊重别人。发现了吗？范丞丞如果自己不说这句话，那他可能真的会被骂，说不定还会因为这事儿被有心之人拿放大镜看。但是自己以玩笑话的方式说出来，结果就不一样了。刘敏涛前辈不气，反而也袒护他说：姓陈了。你听敏涛姐的话，该为了他改名。对，姓陈了，陈敏涛以后。会撒娇的小孩果然了不起。不得不说，范丞丞那句自黑才是点睛之笔啊。说到自黑，突然发现00年出生的他，好像从生下来就在各种黑笼罩着。只因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巨星姐姐，他们年纪相差较大，本来是父母老来得子的幸事儿，却被描绘成姐姐私生。7岁随姐姐出席电影节活动亮相后，由于长相没有姐姐那么标致，被吐槽长得丑。她原本可以靠姐姐出道，但她偏偏自己努力，15岁便赴美留学，从学校毕业后在海外开启了练习生生活，不满18岁便参加选秀节目正式出道。要说刚出道时范丞丞凭偶像练习生成名，并不能反映出他的真正实力，反倒顶着范冰冰弟弟头衔而沾光，那可真是一段令人羡慕的日子啊。刚一踏进娱乐圈，就有姐姐和准姐夫帮衬，背靠大树好乘凉。偶像练习生比赛前后，范丞丞几乎是霸屏热搜，而范冰冰也成了宠弟狂魔，姐弟俩风头正盛。在众多褒贬不一的话题中，他收获自己真正粉丝的是他在节目中出评级期间爆出金句菜被偷的开始。也许是受到的关注太高，范丞丞在节目中过于紧张，表演个人技能 rap 演唱时忘词儿，导师对此表示失望，认为他练习不够，于是给了D级评分。范丞丞退场后在后台哭泣，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误，就像种了菜一样，一下子之后呢就被偷光了。也坦言一直担心别人说自己没实力就是靠姐姐，因为姐姐是范冰冰，自己很小就失去了玩的机会。而范冰冰在看到节目后，则立即对弟弟进行了支持，说菜被偷了还可以再种不是吗？之后他果然不负期待的又将菜种了回来。在接下来4个月的顺位发表都是保持第3名，以团体第3的排名获得出道机会，台下的欢呼与掌声都恭贺着他的实至名归。但这次的成功并没有使他的人生从此顺风顺水。出道后的他频被黑粉买上热搜，被工作人员冷眼相待，助理多次黑脸没收他手机，机场自己拿包，在关出门的时候将他的手夹伤，甚至弄错了范丞丞的护照，让他独自滞留西安机场10几个小时，致其身体不适。直到范冰冰工作室的人赶来，才把他送往医院看病。被路人偶遇说他看上去十分虚弱，因此缺席了岳华妻子的泰国粉丝见面会，却被人贴上耍大牌的标签，还被某平台点名暗讽。同年下半年，范冰冰因合约事件被揭，范爷帝国坍塌，而他与李晨的感情也宣告完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时间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向他袭来。政治事业起步期，范丞的行程满到脚不落地，一天只能睡3到4个小时，身心都承受着重负。这时他才不过18岁。无独有偶，他自己参加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也因为一些问题被迫下车。
稻城录制部分的实习爸爸变成了赌王儿子何猷君。他参加的另一个综艺《奔跑吧兄弟》原本镜头多到快要赶超邓超，后来的剪辑中他的镜头却几乎是一扫而过。范冰冰风波未息，他和月华的合作似乎也出现了问题。从9月起，无论是广告牌还是录制的新歌里，均不见范丞丞的海报及名字。身心俱疲的他甚至被曝看过心理医生。这种情况持续4、5个月后才有改观。随即他就直面伴随了自己18年的争议，起诉了造谣他是私生子的网友。直至法院判决书出来，这件事儿才算是真正的尘埃落定。而范丞丞则也成了娱乐圈唯一一个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证明自己是父母的孩子的人。再后来，范丞丞脚不沾地拍摄的多个综艺陆续播出。去掉姐姐光环后的范丞丞，因自身性格受到上千万粉丝的喜欢。这个时候，范丞丞变得成熟起来。他说要换他来保护姐姐，成为姐姐的最强后盾。果然，受过教养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博得别人的好感。范丞丞表面上看是个憨直大男孩，实际上他情商很高，爱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期综艺《追我吧》，李晨与范冰冰分手后首次和小舅子同台，好戏上演是一定的。节目中，范丞丞主动照顾李晨队的新选手，并给出建议。李晨感激回应：“你看看我们家人多好。”再看范丞丞，他把脸一甩，一瞬间的表情有些不好意思，还有点复杂情绪在里面。接下来做游戏，他还险些扒下李晨裤子，弄得全场哈哈大笑。姐姐与李晨有一些过往与纠结，范家人一定难以释怀。但遇到曾经的准姐夫，范丞丞还是淡定自若，并表现出一定的风度和涵养，让两人都不太尴尬。终于明白了，范丞丞的走红不是靠姐姐，而是人家真的有这个脑子啊。如今00后的他20岁了，而他也透过综艺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自己本身的魅力，自己也越来越开朗，梗也越来越多。说他是和郭麒麟并排的综艺新宠一点也不为过。感觉范丞丞人生换做其他任何人都很难做到像他一样。他顶着国际巨星姐姐的光环，却在质疑中长大。姐姐成为全民讨伐的劣迹艺人时，未婚夫分手，才刚成年的他帮姐姐撑起了半边天。他一步一个脚印，全靠自己的努力和本事，收获了2000多万粉丝，又通过自己的可爱幽默，反过来影响大众对范家人的看法。不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他都特别走心。他说，做音乐的状态总是在特别自信与特别不自信之间反复，有时候也会觉得特别难，但好在热爱就有了最大的动力。他会特别叮嘱粉丝不要乱花钱，逆应援给粉丝寄礼物，扮成圣诞老人给粉丝送礼物。他也会在工作之余和朋友待在一起，玩音乐、开卡丁车、打游戏、撸狗，还有互怼。而生活中的他低调内敛又呆萌可爱，善良体贴。他一直很努力的长大，也一直想努力成为比姐姐更优秀的人。最重要的必须要表扬，那就是他会在照片发出之前帮照片里的每个人修图，但这一条一太都做不到，是不是超可爱啊？范丞丞可能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喜欢上的孩子，但时间一长，稍稍了解就会觉得他挺真实的，憨憨真实的那种。其实吧，一太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我未来嫁的人五官像范丞丞，脾气像范丞丞，情商像范丞丞，三观也像范丞丞。但你如果问我选他还是他的前途，我会选他的前途，毕竟一太做白日梦也是讲究现实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